接下来要为我们表演的这位朋友，今天就会带我们一起去到他心中的一个小众宝藏打卡地，精神漫游一下。我们掌声有请刘奎。大家好，我是刘奎，今天的新人，谢谢各位，谢谢。今天想给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叫六元咖啡馆的故事。2023年的时候，我确诊并陷入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精神类问题，但这个不用紧张啊，这个在我们这一行算入行许可证。我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飞去了云南大理，因为2023年的时候，刘亦菲和李现那个电视剧特别火，去有风的地方，两人甜甜恋爱，我很羡慕。我去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刘亦菲不在。但是大理真的有风。因为当时我妈给我打电话，我跟我妈说：“妈，我生病了。”我妈说：“儿子回来考公。”我说：“妈，你说啥？”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就叫六元咖啡馆，它是在大理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面。我住在村子里，就是觉得僻静能疗养身心。结果我发现所有的精神病都是这么想的，欢聚一堂。我们咖啡馆没一个正常人。我来这之前，我感觉自己只是精神有点问题，躯体有点异常，情绪有点障碍。我来了之后，来了云南之后，我单纯发现我只是皮肤有点干燥。我在这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大太阳。他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每天会做一件事，早上起来站在村口的石头上，对着苍山喊话。他会对着苍山喊一句全人类都不会说出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站上石头，对着苍山这么说：“我是大傻子。”哎，他还是学播音主持的，他是字正腔圆的。我是大傻子。每次都是这么喊，他指望苍山怎么回复。苍山无语。喊完这一句话，拿着一大杯咖啡就走了。顾客看了都懵了，说：“咋是喊大傻子就有咖啡吗？那喊小傻子是不是有浓缩呀？”但是各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感觉很奇怪。我每天听他这么喊，我从他这句话里面喊出了一种哲学的感觉。哎，我是大傻子这句话太妙了，它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肯定。每天早上起来，大太阳喊完这句话，就没有人能否定他了，因为他已经否定了自己。要是还有人再敢否定你，那双重否定代表肯定。我当时还是感觉奇怪，因为人来人往那么多人，高低有点丢脸。我就问那个前台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喊，前台反问我说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喊。他说这是大理，大理是啥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当大傻子没人理在这儿。各位，从他们的身上，我是真的有了很多的感悟，因为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不敢承认我是一个傻子的人。我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正常都会感到自卑。你比如说平时生病真的有躯体反应发作，呼吸不上来，手抖，别人问我怎么了，我只敢说我憋着玩。后来他们都传刘奎是癫痫，但各位在大理我从来没发作过，也可能我一直在发作，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因为一个人抖那是癫痫，那一群人抖我们就都是9岁的蝴蝶。我们大家没有正常人，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群体。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六元咖啡馆，生活中也有很多。你们吐槽同事的小群，深夜1个人2点的 KTV， 包括像脱口秀现场，咱们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开心的，对吧？来这儿咱们就是为了发疯的，大家是真的都很难受。我现在敢非常笃定的保证，各位，不仅我有病，今天在场所有人都有病。我笃定的保证，你们从那儿坐车到现在坐了8个小时，你们脊椎肯定有病，对吧？你们现在还笑得出来，各位，我刚刚这个梗我是在骂你们，你们居然还笑，你们是不是有病？我都不认识你们现场的各位，我居然还敢骂你们，我也有病，我真的是，对吧？现在没事，各位，如果给你们发泄一下，接下来2分钟你们来骂我，啊，不骂是吧？那我继续讲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状态，憋着一直不敢说出来。我一直在那儿疯到了2024年的5月8号。那一天晚上灯火通明，咖啡馆夜里2点灯还一直亮着，大家在苍山下为我送行，大家大声喧闹，对着苍山肆意的喊话，声音非常的大。但我那天真的很开心，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苍山也会说话。那天晚上我们大声喧闹，苍山对我们说：“大晚上让不让人睡觉啊？”
讲这一段故事，我大概是几天前写的。我跟咖啡馆的各位朋友们，我们都交流了一下。我说我要在线上讲这一段了。为了保护你们几位的隐私，我会在接下来的段子里所有的名字都用化名。他们要求我用真名。老板跟我说，他现在知道的呀。现在那个最近有新规，都得实名制。我说，说实话，我其实是一个挺自私的人。我特别害怕这一段播出去，不管成绩如何，播完之后有流量了，你就火了。你火了之后，咖啡馆的人越来越多，再也不是我当时的那个乌托邦了。老板就安慰我说：“你别耽误我赚钱。”但是记得，有病常回家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刘奎，就说到这儿。谢谢刘奎的表演。喜欢刘奎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左票。谢谢。这是确实是最近临时，也不叫临时啊，比较时间比较紧迫创作的哈。对，一读之后前面推翻了，然后重新创作的。短时间内不断的要出新东西，有的时候那个压力会让人非常焦虑。但是今天这个，我觉得除了说喜剧以外，我就听进去了，听进去我能听到了一个你所谓的乌托邦，我听到了里边曾经的美好。因为大理我也去过，但是一帮喜欢音乐的人，还有一些艺术家在一块儿，其实也挺癫狂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无业游民，对，大家就是在生活中，在自己的城市也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也没自己的位置，但是在这儿会觉得自己会做咖啡，会打扫院子，会有一种就是有位置的感觉。对，我能够有同感，反正是。你这个梦在我这儿最起码是做成了，我能够感受得到，然后在里边还挺美好。您是心花怒放吧？对，咱们拍过就是去的大理。对，的确是听进去，因为我可能也在大理喊过吧。对，当地的一个热门项目是吧？这是喊了能打折是怎么地？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你到了那儿之后，你会变得开阔一些，你会变得放松一些。你不会在北京或者上海，你觉得我是可以呐喊的，你会很绷着自己。所以你喊的是，就大晚上要不然睡觉了，不是那个。我就是。我觉得我本身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难把自己就大声说话都可能很难，但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就这样很肆意的大叫一声，你都觉得很开心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的特别对，一定要多出去看不同的人。你天天自己在研究自己，你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如果看到不同的人群，可能这些人群不丰富性也好，会发现其实每个人身上我们都会有一些小毛病，这只是一场小病而已。谢谢老师，谢谢刘奎，请先回到我们身边。那刘奎后面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呢，是这个舞台的老朋友了。之前大家叫他这个小开水壶成精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从前的自己。我们掌声有请月明。讲讲我的过去，我讲讲我的学生时代。我有一个很难忘的学生时代，因为我曾经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全校所有人都会模仿我的一举一动。没错，我是个校领操员。全校最熟悉的背影，一个是我，一个是朱自清的父亲。当然，在成为校领操员之前，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啊。怎么说呢？我在我们班连路人甲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一个甲乙丙丁路人鬼。后来我发现学校会在4年级的学生里选一个学生当校领操员，我说我要把握住，所以我每天刻苦训练，就希望老师能一眼就选中我。果然有一次，老师一眼就选中我了。他还夸我，他说你跳的还真不错，但不要在数学课上跳。后来我如愿成了校领操员，从小学4年级一直领到了高中，领了9年操，9年义务领操。所以前几年我看见刘畊宏直播，
罢了啊！我对于领操有一种责任感，就是我在成为校领操员之前，我就会观察同学们做操，我发现大家都不好好做操，这固然是同学们的一个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当时的校领操员无能。所以我成为校领操员之后，我非常认真，我会借助一些动作去偷看同学们有没有好好做操，比如说腹背运动。2/3都没下去，就做了个 view。最主要的还是学校它不重视课间操。学校要是把抓学习那个劲儿放到抓做操上，操早就做好了，动不动课间操就取消了啊！下雨取消，下雪取消，高考也取消。高考那是取消课间操的理由吗？啊！进考场前不能跳，看见监考老师不能跳，都是借口。每次想到这儿，我都会默默地走到班级的最后一排，不语，只一味地做操。我想用这种方式把大家带动起来，让大家爱上课间操，刮起一股每个人都爱做操的风潮，简称“没操风”。其实我做校领操员最开始的初衷就是希望被人看到啊，但是我发现我虽然站在学校最显眼的那个台子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那个人是我。有一次我同学非常神秘，把我叫到一边说：“哎，月明，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学校的校领操员？”我说：“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有点变态。”我说：“你展开讲讲。”他说他总在裤裆里偷看咱们做操。我还跟他对视了呢，他那样他都没认出来那个人是我。这个事情之后，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校领操员这个事儿，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在乎。我觉得大家对校领操员的重视太少了。有时候我都想，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影视作品是以校领操员为主角的？是吧，导演？拍一部挥洒泪水与汗水的青春热血魔幻巨作，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决战领操台之巅》。讲的就是主角在广播体操中领悟了一套武林秘籍，叫腹背运动。偷袭，非常厉害，他靠这一招打遍天下无敌手。后来来了一个新生，这个新生把他打败了，他领悟到武术的精神不是打打杀杀，而是锄强扶弱，所以他退隐班级，考上了大学。临走之前，他对这个新生说：“未来就交给你了，更红。”别以为我在开玩笑，真的有人因为当校领操员被选拔进了武术学校。这个人就是李连杰。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在乎，他自己都不在乎。他为什么火了之后从来没有为校领操员发过声？因为他走得太远了，他忘了怎么出发，但我没忘，因为我在乎。这是我小时候唯一能被看到的事情。小时候老师就是大家眼里永远看到的是班里最特别的那个学生，学习最好的，最调皮捣蛋的，最聪明的，最漂亮，只有我好好学习，但学习不好。我真的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我一出手就是一个伸展运动，还有点骨盆前倾。别人做题一套一套的，我做操一套一套。我是个小镇做操家。当然，现在我有点释怀了，因为之前的9年我都是背对大家的，但是现在我华丽转身了，啊！一转身就是一整个青春。谢谢大家，我是月明。谢谢月明。喜欢月明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
这个表演对你来说压力大吗？因为大部分的演员不会在台上完成这么多的动作片儿。没有，还好。觉得这个作品还是很完整，而演的也很有激情嘛。然后领操员也是个挺特别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整体是完整的。我就最后是拍了，因为确实领操员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共鸣，它只是我非常个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能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听不进去。没有，但其实大家上学的时候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当过领操员，你也当过领操员，但是就会觉得挺光荣的吧？对，我其实开始觉得很光荣，后来直到发现真的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我以前就觉得老师选你当领操员，然后你就在前面做就好了。但我发现你责任感好强哦。对，因为没当过什么大官儿啊，那这好不容易当个带校字儿的校在那，所以就是确实很认真。因为学习就是使不上劲儿，写作业写到后半夜，但是就是永远高考就365分，闰年也365分吗？一天1分，一年学不到1分。领操我有点心得，我其实在舞台上有一次领操过，在那个月下的舞台上，我做完伸展运动就往人群里面跳的，跟你刚才很像，只是你没有往人群跳。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以这个不好好做广播体操为一个特立独行。对，谁好像特别认真的做广播体操了，就显得没有那么厉害啊。对，是这样。但是大家突然发现，就过了10年、15年之后，所有人都跟着刘畊宏开始跳操，老老实实补上那一课了。谢谢岳明，谢谢。岳明那个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是领操员，我以此为荣。领操员就是很重要，这种很天真、很纯粹的感觉。你看他讲这段校领操员，就是有一些很幸福、很骄傲的正面情绪在，能感觉到他对那段回忆是很开心的。因为他确实是我学生时代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个锚点，很感谢我有一个至少在学生时代有一个这样的锚点，让我继续的走到现在这条路上来。如果你自己在意的话，那就去做吧，总会被人看到的，哪怕没被人看到，你自己开心也好。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也是这一组的最后一位，也是这整个一期的最后一位。我这位朋友来自广西，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老家里的小故事，我们掌声有请普拉斯。大家好，我普拉斯。看节目了吗？今天先不骂人了哈，让子弹飞一会儿。但是有一条评论我又记下来了，说普拉斯一看就是那种烟酒都来的人，澄清一下。烟来酒不来，我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奉劝各位也少喝酒，喝多了真的很容易干出很阴间的事。有一次我们全家喝多了，凌晨一家人整整齐齐去上坟。那天晚上我和我哥哥姐姐过年聚餐，我们7个人吃宵夜吃到12点钟，我姐把酒杯一放说不行了不行了，好想爷爷奶奶。我哥说出发，我问去哪，我姐说上坟。凌晨12点去上坟，那不就是去见鬼吗？我姐又说上次梦见爷爷了，爷爷跟她说一个人在下面好孤单。我说一个人，我奶回来啦。他们喝了酒，就让我开车，我不会开车。我哥说他不怕，那不如他酒驾。我哥说好办法，这样更快，可以直接去见爷爷奶奶。我姐突然又害怕了，我说害怕就别去。她转身回家把他们家狗牵过来了，一只这么大的泰迪，说给我们7个人壮胆。狗得多害怕啊！凌晨7个广西人带我去上坟。最后我们7个人骑着电动车就出发了，目的地是墓地。一路上我心惊胆战，十分害怕，一怕电动车没电，
2怕电动车有电，但是突然没电。凌晨3点到的目的，刚到，狗开始狂叫，我姐就让狗别叫，狗一听到别叫，狗叫的更凶，我姐一把捂住狗嘴说：“应该是爷爷奶奶来接我们了。”凌晨3点的目的是关门的，全中国都一样。按道理，故事在这应该结束了。我姐指着关着的电闸门说：“来了都来了，给我翻！”我哥哥姐他们年纪不小了，他们翻的时候，我都听见他们腰间盘突出摩擦的声音。为了保护我姐，我抢先翻过去接我姐，我姐一个没站稳，啪就给了我一拳。我痛得在那里哎呀哎呀的叫，我一叫我姐就让我别叫，狗一听到别叫，狗又开始叫，我姐狗一顿乱叫，守灵人醒了，我姐下达新的指令，开始跑步。我们全家7个人和守灵人在公墓湾捉迷藏，喝多了跑不动，主动和守灵人会合。他先是确认我们是人是鬼，再问我们来干嘛。我说来给爷爷奶奶上坟。他说没有人晚上来上坟的。我姐说因为真的很想爷爷奶奶 ，you know 。守灵人说你们是不是有病啊？我姐说思念是一种病。场面一片混乱，僵持不下。这时候我有一个姐姐，手里拿着一个红包，拨开人群走到前面，和守灵人说：“你拿着。”守灵人说：“我不要。”他说：“你拿着，我不要。你拿着，我不要。”我姐啪就把红包塞到守灵人身上，转身就是一句：“公职人员不允许收红包。”好一招逆转裁判！更精彩的来了，红包是空的。那是一个过年要送出去的红包。我悄悄问我姐知不知道，她说她想赌一把。我们确实也想给守灵人一些辛苦费，他人很好，我们让他拿着，他说不能要，有摄像头。按道理故事在这应该结束了，我们上坟然后回家，但是喝多了找不到爷爷奶奶墓在哪里。我又很少回家，我们7个人和葫芦娃一样的，就在那个墓地喊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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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都不是7个葫芦娃找爷爷，是7个陶喆找爷爷。哦，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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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每到一行说就是这一行都不是，就是这一行都不是，还自己吓自己。我哥说，我们7个人是多一个人比较害怕，还是少一个人比较害怕？说完真的害怕了，不敢往前走，让泰迪开的路。我们的策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上完坟出去的时候说不要再给守灵人添麻烦了，又翻那个店长门出去，翻到一半。守灵人醒了，帮我们把门打开。凌晨5点的店长门发着啊啊啊啊的怪声。这个时候我真的害怕了，因为真的少了一个人。我转身一看，我哥还骑在店长门上面，发着啊啊啊的怪声。真的很感谢那个守灵人。我已经很久没有见我爷爷奶奶了，我跪在墓碑前和爷爷奶奶说，我很想他们，以后会常回广西看他们。如果他们听得见的话，也希望他们保佑。我们回去的路上，电瓶有电，电动车有电瓶。思念是有魔法的，车确实有电。只是我们骑到一半就停下来了，因为我们被交警抓了。喝酒不能骑电动车，思念也不是酒驾的理由。所以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见吧，不要等到凌晨，也不要等到醉酒，因为你会先遇到交警。最后祝大家能见想见的人，上想上的坟。谢谢大家，我 plus， 谢谢。
谢谢普拉斯。喜欢普拉斯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锁票。谢谢大家，谢谢。你叫普拉斯跟那个电影有关系吗？对，大佛普拉斯。是我很喜欢那部电影，所以我叫的这个名字。刚才那个整个段子非常的 ，you know， 非常的 I know， 对，有那种在坟前蹦迪的感觉，很有 power，yes，thank you。所以你真的去半夜去坟里面的吗？哦，这是真实的。我有朋友可能比较熟悉我，像大老王现在叫我们家叫广西无耻之徒。对，我们家人都很疯狂，我在我们家比较算正常人。我是觉得这个挺像一个短篇小说，就是这个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荒诞的夜晚嘛，然后最后其实又翻出来一个还挺温暖的一个关于思念的一个东西嘛，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普拉斯的这个台风很潇洒，对，我觉得看你的表演也很舒服。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但如果是短篇小说，可能会稍微铺一点。会，我之前会说，因为我爷爷奶奶其实走了比较早了，最大姐姐已经50多岁了，然后大家还干这么疯狂的事情。然后我爷爷是一个特别爱喝可乐的一个老头，所以总是过年都坐小孩那一桌。对，然后我奶奶是一个特别严厉，对我们小辈又特别好的人，然后很抠搜，所以我每次烧钱的时候都会给我爷爷单独圈一个地方说那是给他的私房钱，因为我们知道我奶奶会抠我爷爷的钱。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我姐还给我打电话说要不要回去我们在凌晨冲一把。不知道哪儿还觉得挺暖和的，挺得劲的。这一群人稀稀暖暖，想到一份亲情，能让大家颠颠哐哐的去干一个稀奇古怪的事情。回想起来，这个就不知道哪儿，在寒冷里边能感受到一丝温暖。因为上一次您讲那个和护工那故事，因为您带着自己的这个人物，因为本身您的叙述啊，就您的这个能量值很满。带入您自己的态度和评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舒服。但是您讲这么一个就是人数很多的故事的时候吧，就感觉当上去就感觉稍微的有点乱，不如上次那么明晰。是我在表演上面确实有这个问题，我这段时间开放麦也一直在调，现在还在找我怎么样区分开人物。但您的故事确实是很有意思，谢谢谢谢。就像刚才庄老师也说，大林也说，就是它展开了，我觉得它会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短篇小说一样的故事。但是你真的是很能发现，就你特别会摘取这些有趣的点和一些光怪陆离的这些事情，可能你们家就是这样吧，就给了你天然的养分。对，谢谢我的家庭。对，有机会我希望能把它写长一点。谢谢大家，谢谢普拉斯。那我们也把这边等待的5位朋友一起都请回舞台中央。岳明、刘奎和普拉斯得票情况如何？请看大屏幕。很接近啊，都在几分之间。那么3组对决的结果如何呢？请看大屏幕。很遗憾，按照规则，我们要先请岳明、小马、刘奎、大卫先前往待定区。同时，我们恭喜黑灯普拉斯直接晋级。谢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他说他忘了一点，我也没听出是哪。有2个地方忘了一点，我是自己想起来的有。自己想起来了，那就是没忘。他就应该拿230。残疾人加分，可以加10分。万一我们被淘汰了，我们就说改对名。我们就是凯德天府没有电，温州也要关门，拜拜。我觉得就有一个能一起说小话的人就特别重要。哦，是，这个特别重要。和有些人组队没法一起说这么多小话。OK， 但是比完了之后没有，这观众这么近啊？对，讲小话全听到。下一轮加油吧！下一轮加油，下一轮鸽子围在了，就大家好好加油，随便玩一玩。对，玩开心一点。又玩一玩。那不一直是玩一玩吗？那你以为干啥来了？
那随着这一大组对决的结束，我们这一期的3组对决就全部结束了。那我们问一下气氛组的几位，这一场有什么感受？我们简单的来聊一聊。我觉得大家在这么极限的创作当中，也展现了非常不同的风格了。今天下午我们看了好多种风格，是包括陈述开始新尝试的绘本的这种风格。这会儿黑灯正问陈述：“刚才你怎么演的呀？什么呀？你这是？”其实这个很多的社会现象，很多的大家现在都有很共情的事情，都被我们的演员朋友们搬到台上开始去讨论。其实也是借着他们的口，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吧。对我来说的话，今天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多脱口秀的一天。对，真的很丰富，就各种角度，像那个小马姐，还有郭麒麟兄弟。马姐和郭麒麟兄弟，郭麒麟兄弟感觉是俩人。因为我一开始呢就还没适应过来，不光要学习如何倾听这个脱口秀，而且还要学习怎么点评。哎呀，这话要不是任科说的，得多阴阳怪气，这是。啥？什么意思啊？还是你们会呀？肯定是这意思。那我们一起也来看一下我们友谊路对抗赛第一场全部结束之后目前的得票情况。淘宝闪购更优惠，你的喜报已就位，请看大屏幕。恭喜黑灯获得本期比赛的最高分，够快、够好、够优惠，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爱情。